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花旗银行的开户经历。目前国内能开境外银行的渠道越来越少了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两种零门槛开户的银行，一个是 Velo 华美银行，但是国内的银行已经不能给 Velo 账户电汇，开户的意义不大。另一个是标准国际银行，这家银行目前还可以只用身份证开户，国内也可以正常电汇入金。而且标准国际银行还可以支持给美股港股券商快捷入金，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，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功能。但是这家银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野鸡银行，银行资质还有待商榷。另外就是它的出入金手续费真的是太贵了，入金每笔收15美元，出金每笔收45美元，简直是抢。费用虽然贵，但好歹资金能出去，也能顺利入金到券商。具体操作方法大家可以看我这期视频。资金安全等风险问题请大家自行考虑。除了这些零门槛的银行外，如果你有稳定的投资美股出入金的需求，或者有美元理财的需求，强烈建议各位开一个美国的本土银行。之前向大家介绍了 BOA 美国银行的开户方式。BOA 的业务内容基本都是在美国本土，美国之外几乎没有开展业务，所以如果你有资产国际化配置的需求，单开一个 BOA 还是没有办法满足需求的。另外 BOA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便是，它的手机 app 不能操作电汇转账，只能到网页版网银操作，而且它的网页版网银在国内非常难登录，不挂代理登不上，挂了还怕被封控。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美国花旗银行开户，可以完美解决以上两个问题。这里是 Town Talk， 一个让你比别人更懂一点的频道。花旗银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？花旗银行的前身是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，经过2个多世纪的发展，花旗目前是美国第3大银行。花旗也是最早进入国内市场的美国银行，目前国内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天津、重庆、成都、杭州、大连都有分行。另外，花旗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5大洲，几乎所有较发达的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花旗银行。不同国家的花旗账户可以支持速汇，假如你有美国花旗和中国花旗，2个账户间的汇款是秒到的。另外，花旗的手机 app 支持国际电汇，再也不用头疼网页版网银无法登录了。目前国内的花旗银行开户一般是只能开香港花旗，需要本人亲自前往香港才可以，而且需要100万港币的资产才满足开户要求。我今天介绍的是美国花旗银行开户，没有入金门槛，只需存1500美元就可以免除月费。这块业务目前国内很少有人在做。美国花旗银行开户资料和 BOA 资料一样，需要护照等。护照上面不需要美国签证，开户的流程很简单，只需要提交资料，无需面签，直接等待账户开通即可。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美国花旗银行开户成功后如何操作。账户开通后，我们到美国花旗银行的官网来登录网银，无需使用代理，直接国内网络登录即可。这边输入网银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登录成功后就来到了后台。我们看一下网银的菜单。首先第一个是账户概览，我们可以看到账户目前的余额，在余额边上有3个选项，分别是转账、支付账单、添加金额。第二个菜单是支付转账，左边支付一栏主要是账单活动之类的，右边一栏是转账，转账到你的花旗账户，转账到其他人的花旗账户，转账到其他银行账户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用 Zelle 转账，如果几百美元的小额转账，建议大家使用 Zelle， 资金秒到账，而且不太会被封控。这边输一下自己的邮箱，点击同意就可以注册成功。第3个菜单是银行服务，这里的功能有激活锁定卡片、修改密码等功能，其他都是一些不常用的功能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手机 app 的操作。我个人建议大家都用手机 app 操作，包括 BOA 用户也是一样，因为电脑网络很不稳定，有时候你开代理忘记关了，或者说是家里的路由器设置了自动翻墙，这些都会干扰到 IP。
如果 IP 频繁变动，很有可能会被银行风控。使用手机 App 时，我们可以设置自动保存用户名密码、指纹刷脸登录等，一般不会出现问题。而且手机操作界面比较直观简洁。我们下载好花旗银行的手机 App 后，打开登录。第一个菜单就是账户概览，包括你的余额、账单之类的。第二个菜单是支付，包括3个选项。第一个是付款转账，第二个是存支票，第三个是通过 Zelle 转账。初次使用同意下协议，然后这边可以选择支付信用卡账单等。我们选择 Add 添加，这边选择转账给个人还是公司，我这边选择个人，输入名字，选择目标银行的位置是美国境内还是境外。通过这个功能，我们就可以实现手机 App 上直接跨境电汇，不需要像 BOA 一样必须到网银操作。第二个是扫描支票存入，需要访问摄像头，点击同意，然后确认邮箱，扫描自己的支票就可以直接存入了。第三个是 Zelle， 经常看我频道的小伙伴已经对 Zelle 十分熟悉了，刚来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 Zelle 视频，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第三个菜单是服务，和网页版一样，提供了锁定解锁卡片、申请新卡片、激活信用卡、重置密码等功能，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建议大家卡片激活后第一时间把卡锁定，这样就不会被盗刷了。第四个菜单是个人资料，可以修改电子邮箱、手机号码和地址。开美国本土银行的优势是，投资美股出入金采用 ACH 的方式，完全免费，小额转账用 Zelle， 避免频繁转账被风控。另外就是海淘不会被砍单，各种美国购物网站、网络服务都可以无障碍的付款，比如购买奈飞会员、购买 YouTube 会员，还可以绑定 PayPal， 用法就更多了。难道美国本土银行就没有缺点？当然有。首先是操作界面一般都是英文，其次是风控比较严格。国内开户的小伙伴可能会使用机场的 IP 登录，账号有可能会被锁定，解锁需要打英文客服，语言不通又是一大门槛。另外是美国各大银行对于私人转账这种行为警惕性比较高，转账在国内属于正常的行为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美国的消费习惯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很少会去银行转账，一般都是支票支付或者刷卡，所以频繁转账的小伙伴要注意了。但是也没有那么可怕，如果你只是炒美股入金或者只是存点美元，那么无论是 BOA 还是美国花旗银行都不会无缘无故风控你的账户。毕竟开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把客户都赶走了，怎么赚钱？关于如何避免被银行风控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视频。如果大家想要开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，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邮箱或者电报联络我。目前渠道刚刚开通，开户的人还比较少，排队时间较短。还是那句话，有路子就要早点行动。今年5月份的时候 BOA 还非常好开，价格低，也不用排队。但是现在呢，开户又贵，时间又长。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我的视频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